底得罪多少人？因为我看到你后面跟着30只东西。我的第一晚睡觉的时候，我阿妈睡我旁边，阿妈发现到那个电视机突然间自己开掉，她俯下去看的时候，她发现她的余光看到有一双脚，有一个人讲。他觉得他这样很爬在墙上，我就躺在我的床上睡了咯。我听到 baby 的哭声，突然间叮咚，然后我就去看那个猫眼哦，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这样子。街上满是打扮成鬼怪的人，小孩提着南瓜灯，一家一家的去讨糖果。而在很久以前，凯尔特人相信这一夜阴间之门会打开，亡灵会重返人间。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鬼门开？如果你今晚不想出门，那就留下来吧，一起重温那些嘉宾亲口说过的恐怖故事，因为接下来的故事会让你在家里也不孤单。我们要带你走进3个篇章，那些在舞台后发生的、校园里流传的，以及亲身经历过的故事。你准备好了吗？之前我有参加社团，就是学校社团，因为我们国中嘛，学校社团的那种生活营是要过夜学校那种。是我们的 stay 就是那种你懂，课室拿4张桌子拼起来就4张一个变床。那时候我们煮完东西吃过后，我肚子不舒服，因为我本来肠胃都不好，我就讲哦不用紧，我现在回去先，因为他们晚上会有那种萤火会啊，就是大家 campfire 这样子唱歌玩嘛。所以我讲我真的 join 不到，我真的很辛苦，我就讲我先回课室休息先。所以我的一个朋友扶我。我们就走回去的时候，那走廊，直直的走廊，我就走，突然间我这样子，我就靠着我朋友，我朋友讲，周末你要绕着走，我就讲那边有人啊，然后一回到去，他把我放进课室过后，他就去参加那个 campfire night，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休息，因为开风扇那样我就秋饱嘛，我要放松的时候哦，突然间课室开始冷下来，突然间我就看到我的那个床，就是那个格子的床角落，有刚才那个人躺在那边，我就觉得OK， 我也没有理好，就关这样子关静，讲 OK 不用紧。然后我在开眼睛的时候，他在我面前这样子直接开大，然后他的五官是蒙，可是你看得到他的眼睛是什么？别看我，他是那种真的是在你面前，然后我当下我是觉得不能喊出来，我也没有力了。然后后面我们按了那个 cam， 我就回家。然后后面因为我家里是道教的，就是有拜拜的，说我们过后有去庙，就讲只是想询问罢了。然后师傅看了哦，他只是跟我身后的那个他讲，他帮不到你什么。原因是因为我绕他，他知道我看到他。I saw you, you saw me。所以他其实是想要寻你帮忙。哦，他知道你可以看到他了，哎呦！到最后也是请他走了，因为真的帮不到他，因为我太小那时候。我这个故事呢，也是发生在 camp 里面的。他们有一个规则是很奇怪的，就是晚上的时候，又或者是萤火会的时候，你不能把头往上抬，然后是学长姐流传下来的一个规则来的，就是你不可以看楼上的楼层。然后呢，就是我朋友在1楼，他拿东西还要走回去 Block A， 可是他听到有脚步声从上面传来的啦。然后他走到楼梯间的时候，他就发现到一个很恐怖的东西，就是那声音好像越来越大声，就是越来越靠近他们这样子。然后刚好那时候呢，他们是站在楼梯间那一边的，他们就好像隐约看到有一个黑影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因为我朋友很胆小，他们一看到有一点不对劲的时候，就快点跑哦。然后跑的时候呢，他们跑到去 Block A， 回去 Block A 的时候，他们就问朋友，你们刚刚有人去到 Block D 那个地方吗？然后他朋友讲的是完全没有人去过 Block D， 就是全部人都是待在 Block A。然后又再加上那个营会很少人，所以可以很清楚看到有谁是不在，有谁是在的，就只有我那2个朋友不在吧。就是关于一个听到脚步声越来越高，然后看到黑影，就是明明没有人的一个空间，居然听到声音。而且很奇怪的是，问为什么那个学校会有那个不要把头往上抬的规则？那我们 college hall 呢？
我们有一个习俗的，以前我们一做舞台剧的时候哦，我们会有4个男生，因为我们的 college hall 是这样子的嘛，然后后台是有一个圈，这样可以走出去外面的，所以我们有一个习俗，就是我们要一个一个灯关灯，所以我们4个男生这样子堆背堆，整个 college hall 的灯关，当走进去后台，关后面的灯，走。关灯走，关灯，到最后一个厕所的门，从这个厕所出来的，关完厕所灯，锁门再离开的。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习俗的，所以 college hall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需要尊重的一个地方。因为故事1有一个试过，有一个朋友不信邪的，他就直接讲，哎呦，我们讲这边要尊敬，不能乱讲话。他讲有本事就把我们的道具全部弄烂了。哇！第2天，所有我们舞台剧的道具烂了。它是烂一点点，烂一点点。倒完就是一些用纸做的，全部倒完烂了。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们有一种开幕仪式，以前 cheap 的嘛，就是那种礼物盒要给校长开礼物盒，然后有个人在里面是个兔女郎，兔年就有兔子，蛇年就有小蛇，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很 cheap 的。然后那个女生就准备进去，可能兔女郎还要准备进去哦，她一进去，我们要 rehearsal 开始哦，她就喊了。然后他讲，他就死命爬出来，就是礼物盒也要倒，他死命爬出来，然后他就讲，我一进去，因为那个礼物盒是4方的嘛，还要先在那个角落，他一蹲在角落，一望另外一个礼物盒的角落，就有个小朋友蹲在那边看着他，因为空间太小了，他不行，他就只能够喊着出来。哦，这很靠近哎，对，然后到了我的那一，这个是学长学姐的，我就不信邪的，就是我到了我那一届哦，我们 college hall 呢，到了晚上，以前是可以一直 overnight 的，现在到一个时间会来赶的。对，然后 OK， 各位学弟们千万不要学啊！那时候呢，为了要让整个 show 变得好，所以我们故意骗学校讲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把冷气全部关到完，灯光关到完，封完所有的门。只要一听到有 guard 围着那个 college hall 跑的话，我们就全部把灯关完，在里面点，不要给他们知道我们还在学校。我们要在里面做一些道具，还有走 catwalk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我们要做一些 rehearsal。就是我那一个朋友，那个有阴阳眼的朋友，他突然间他就走过来，很臭，很臭。然后我讲你臭什么？你不要臭，很外面有 guard，不要吵。然后他讲很臭，然后他就一直看着那边。然后我是站在 college hall 的那个舞台上面，然后因为很多小朋友，那时候我们是学长了嘛，所以我们不想吓到下面的那种学弟学妹，所以我讲你不要吵，因为我要压着我这个学姐，结果这个学姐就开始躺在后面，然后她讲他这样会爬在墙上，他讲会爬的。全部爬在墙上，他讲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东西。他讲要走，我讲你不要吵，冷静。然后我们听到摩托走了过后，灯一开，他就讲走，现在就要走。他讲一灯开，他们就爬走。然后我们就讲好，不 rehearsal 了，是时候走了。然后我人生第一次知道，原来这种物体它不只是会站着，它可能还会有延伸出来不同形态的。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就是大概8、9岁的时候，就跟家人一起来到 KL， 我们那时候是去住一个 hotel， 是住附近的，然后它的 hotel 哦又不是那种就是很阿达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玷污的那种3、4层楼的那种。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进去住了之后呢，第1晚睡觉的时候，我阿妈睡我旁边，阿妈发现到那个电视机突然间自己开掉。然后第2晚的时候，没有想到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就是我的妈咪，她的那个耳朵就突然间有人在呼气，然后我妈咪也没有讲这件事情，她带我们来的，我爸爸没有来。然后妈咪那时候跟姐姐一起睡，然后就来到第3天，我觉得这就有点夸张啊！我的妈咪她的脚突然间被人家碰，慢慢摸，然后动到手，然后再动到她的耳朵，再到脸，这时候我妈咪就动不了了，俗称鬼压床。隔1天的时候我们就回家了，然后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妈咪发现她的脚很多黑青，对，因为黑青是慢慢这样子散出来的嘛，然后越来越明显，然后她就开始生病，一直生病不会好，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不对劲，他就去问师傅跟他讲，其实你那时候你住到的那间 hotel 之前呢，就有一个喊杀鬼，对，然后
他就是因为很常进那一间房间里面酗酒，然后带小姐，可能就是喝酒过度，还是经常熬夜之类的，然后就在那个房间里面暴毙死掉啊。这样我就分享一下我在日本的时候哇，经历过的。用日本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比较穷，我们就选比较破烂的房子咯。所以我还记得那一间 apartment 是大概35年这样子了的。所以它的格局，你一开房门就是厨房，然后直接就是房间，然后房间是榻榻米做的，因为它是比较老旧的。然后那个是学生的宿舍来的。4个月过后，东西就开始变奇怪一点了。天花板其实是没有风扇的，然后我们就要开着床睡觉咯。有一天晚上，我就躺在我的床上睡了咯。这个时候，真的，是什么来的？我听到 baby 的哭声。我这个时候我整个毛都站起来，因为首先我住的是学生的寮，那里可能会有 baby 在那边出现呢，所以我就快点起来开灯，我就仔细听，没有声音哦，我就怀疑，我就关掉我风扇，还是没有声音，所以我就继续睡回去咯。到第2天、第3天，我还是听到这声音。是过1个礼拜过后，我就没有再听到那个声音了，我就觉得哦，我已经把这个事情忘记了的。然后跟往常一样打工回到家，那是大晚上来的我，突然间叮咚，有人叮咚我们，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看那个猫眼哦，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这样子，公公，在家属姐来那种公公哦。很日本的。再过多一阵子，电话响了，电话响了嘛，我就听哦 ，hello， 他就讲摩西摩西。他是警察哦，他讲我在你家门口外面，你可以开门吗？哦，总共是3男1女，突然间盘问我开始，你是马来西亚人吗？你有没有女朋友？然后他就问我，我女朋友是不是怀孕啊？然后就讲现在要进我房间来查，他要出去之前我问他，其实是什么事情？他就讲，最近在我们的垃圾的那个房间的附近啊。有一具 baby 的尸体，弃婴，已经是开始腐烂了的。应该他的推断是2、3个礼拜前死的，他的肚脐还在 attach 着的状态。我听到那个 baby 的哭声，是1个礼拜前的事情。那故事呢，是我的朋友，他在 office 上班的时候遇到的。他那时候在加班啊，他1个人吧。公司有一个 printer， 会整天 print 东西，会有一个 burn， 就是 printer 会全黑的。但是 printer 坏，他也是以为是 printer 坏，他就不相信，他就把那黑的拿出来撕掉，再重新 print， 就那一张。这不一定要撕掉？就是他 pick check 了，我不信啊，就是你这样子。他就过后他就 print 下，他就发现 machine 的底下有声音，他就俯下去看哦。他俯下去看的时候，他发现他的余光看到有一双脚站在他的左边。一开始还是以为自己就是太累，他就站起来，他就过隐隐约约听到他的 office 的最末端有一个人讲，然后呢，他就整个人抖一下，然后那个灯按掉再开，完全就是有安装东西了的。他就很怕，他就拿他的 bag， 他就走，头也不回，灯也没有关，他就走。他会被扣工钱，他就卡都没有打一点钱给我丢了，他就跑出去扣工钱，他下次要给白金啊，老板，如果他再留在那边，你懂吗？另外一天上班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同事，他就也是遇到那 printer 卡的那样子的问题，我觉得比较恐怖。他跟我讲过，他讲他拿了那张黑色的纸，整个 office 按掉，当场是有人的，灯就按完，然后再开，然后 B 就大叫，然后他们就好奇为什么他喊，然后他就讲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么喊，然后刚好那一个位置是有个 CCTV 的，然后他们就开那 CCTV， 他在灯暗的那一刻，他拿着那个纸跟空气讲话。他是按多久啊？他就按一下，可是那个 footage 是2分钟。可是全部人的感受是按一下，所以那一下就过了2分钟。好强大这个鬼！为什么平行时空？对，它可以控制那个时间。过后他们就要跟老板讲这件事情，然后老板就可能老板也知道，老板讲 OK 不用看不用讲，我们明天就搬 office， 连那个 printer 都留在那边。然后他们走了过后，他们也不敢提这件事情，所以没有人懂那个 printer 现在在哪里啊？对，你信我，现在一定有人在加班看着这个 video， 你后面的 printer 有声音。但是这个故事我从来没有跟我同事们讲，因为这是没有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发生的。
就有一次我们拍一部剧啦，它是在一个大豪宅拍，就是那种半山。副导就讲说 ，OK， 屋子里面的人要 clear 到完，因为我们全部要拍走进去屋子里面的戏。然后导演突然接下来 action 的时候，突然间副导讲，我都讲里面不要有人了咯，出来！因为他看里面有影子走过，他这样骂了，可以影子 stop 了，要开始讲 action， 我们准备要走进去，就因为它是一场推开门的戏，然后就突然下面又有影子走过，然后副导就很，他又很凶，我都跟你们讲了，里面到底谁不要再走了啊，我最后一次了啊！导演一讲 action， 影子又走过，第3次啊，副导就很，他就直接推门，我都跟你们讲，没有事了，大家刚刚看错了啦。那时候我就很怕啊，然后推门了嘛，都知道没有人了，我要推门了，导演讲 action， 我一推一个人这样走过，我他妈的，他就是一个黑影，这样子，真的呗。然后应该是有人去讲，哎，我们拍摄的时间很快啊，什么就讲一声哦，然后就没有事情了。不过这个其实在片场是真的有类似这样的故事。我要分享的是一个我蛮熟悉的美术组的朋友，我就叫她 A 小姐好了。她那时候就接了一部戏，那部戏是从香港过来要拍的灵异片，她不是会有那种房间，然后有很多那种骨灰瓮上涂那种白色的然后当时她是因为是接香港的 job， 所以香港就把那骨灰瓮带来了，上面是有照片的。他们蹦去哪里就找了一群人的照片，就贴在那骨灰瓮上面。他们就也不好意思去问因为通常我们拍戏还是有个班档一个小知识分享给他。如果你演那种就是往生的人，你有殡仪馆，有你的大头照你如果去演的话啦，你一定要叫工作人员在那个照片上面点一个字，就不是你。Yes， 或者是那个眉毛画一点就是不是你就对了。没有，这是超级班档，而且你一定要拿红包，然后红包一定要放在身上。回去那故事，他就发现说，哎呀，这有点不舒服，所以每个工作人员进到那个房间，他又是在一个片场这样隔间，每个打开那个门进去就很不舒服。间中没有发生任何事，因为他们要拆这个 set， 香港的那个剧组就没有理这个骨灰瓮不带回去了嘛，道具就拿去销毁而已。然后呢，刚好我的朋友就是负责把那个整面墙的骨灰瓮他们就去清了，他就觉得 OK 了，没有事情了，只是觉得有点不舒服。然后精彩是他在往后的半年都过得生不如死，为什么？因为第一件事情，他每天半夜跑起来哭，然后他妈妈就问他：“你做什么每天哭？”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很伤心。我每天2、3点我就想坐起来哭。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因为他又是住在玻璃市，靠近玻璃市那边的，有常去泰国嘛，他就去泰国庙，他的心里很想进去那个庙可是他的身体被抓着进不去。然后第3件事，他去泰国住一间屋子的时候，他听到晚上有很多那种手指在抓那个铁板屋，然后呢，那半年他妈妈有跟他讲，你完全不像他自己的女儿，就是整个人很阴，然后发生很多事情，晚上一定会哭，然后一直听到有声音讲救救我，救救我，帮帮我，帮帮我这样子。然后他这半年他有想过去就是自我了断。最精彩的就是有一次。他不知道什么因缘巧合，他去找了一个印度的灵媒通灵师。那印度人就跟他讲：“你到底得罪多少人？因为我看到你后面跟着30只东西。” What the hell？ 他就想了想，哦 shit， 就是那次的骨灰瓮那个照片。然后那通灵师跟他讲，因为那个照片有不小心用到往生者的照片，现在往生者就自己住进去那骨灰瓮啦。因為你放咗相上去嘛，咦，我間屋個人送俾我，咪去咯。他们摧毁的时候应该是要有方法摧毁，但是他们没有把它 set 得好。刚我朋友就是 set 得这个东西的人，他就说，然后你们没有好好的请走他，就把它摧毁，他没有地方去，他就跟着你哎呀，你又係衰。没有，然后他去处理完这30只过后他觉得我好，他就好玩了。所以在片场演戏其实是超多禁忌的。中学的时候，我去做 part time 的，就外面做 part time 做后台工作人员，剧场就是很猛的嘛。其实那个 mall 本身到现在都是没有人气的，你们懂的。我知道最近不是可以线上那个 mall 到现在都做不起来，然后那个 mall 很久以前有一个戏院，然后又改成剧院。剧场，我以前有去那边看戏的。我当时参与的那个剧目呢，是讲关于死囚，就是那种死刑犯的故事的。然后我当下做的工作就在后台
他最后一个信的那一幕有3个死囚是要被吊死的，我就是负责拉那个机关。真的有吊的机关观众你看到是没有的啦，观众你视觉看它是吊在那边。所有的工作人员其实还要去扮警察 ，OK， 把囚犯。导演当时就是用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方法，还要让所有的演员从观众席后面这样子走，就走去舞台，所以后台剩我一个人拉机关。对，然后有一个演员他叫阿盖，然后他是一个强奸犯，然后最后判了他就是上吊死刑中间的那个 C 位了。然后呢，我就是负责拉的嘛，我很专心的在后台等那个 Q 点，音乐起了，全部走了。我就很专心的要拉的时候，突然间旁边有人来跟我讲话，讲，阿盖嘞，阿盖嘞。我讲他们不去stand by了咩？当下回应他了，我就到我的 Q 点了，拉 ，OK， 戏演完了，然后每次演完要 briefing 嘛，我就问，刚才后台有人问我东西是谁这样子，全部人没有人要回应我，因为他讲后台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人了的。我 feel 到那个人真是在你旁边。阿盖嘞，阿盖嘞。然后第2天灯光系统有问题，你想象这种天花板上面是人上不去的，对对，人上不去的，然后你要丢开那个板探头进去的。我们2个人去，我是负责拿楼梯，我的同事就爬上去的。OK， 要上去检查灯光也不是，我就扶楼梯，那个楼梯架了，他就爬上去咯，然后要 check 那个灯光带有什么问题，爬，这样很快。整个东西不到30秒，他就下来了。他讲走，灯光没有问题，走，快点走。他看的东西。他走了过后，我就很毛的，快拿楼梯走了。你 feel 到那时候已经？我觉得很毛。我讲周末你突然你要一直走，你想象那种关灯了，走，不要问走。走了一段路，他跟我讲，他探头上去的时候，我不要。有一个小男孩蹲在那边看。也让我觉得剧场真的是不能得罪的地方啊！以前我们出去剧场都好，我们会先演一轮，rehearsal 是没有人的，对，是给好朋友。就像他以前唱大戏，第1排是空的嘛，对，所以我觉得宁可信其有。还是那句啦，好好的照顾自己，我们还是要尊重的心去对待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个人事物。对对对，真的不要轻易去惹他们。今晚的恐怖精华就到这里，你最怕的是哪一个故事？在留言告诉我们吧。想回顾这个系列的完整版，也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